2020呢是个乱世，有爆发的疫情、爆仓的原油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都不让人省心。那每个人都想追寻一个精神家园，来躲开世界的纷扰，来享受片刻的宁静。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那想追求世外桃源呀，不一定非得住在五环外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套室内桃花源。678平米的大平层不算太高，也就150米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套1.2亿的房子到底够不够瘾，够不够有诗情画意呢？大堂呢讲究3重礼序，那到电梯厅前的2道门啊，不只是出于安全和私密性的考虑，世事的纷扰随着缓缓合上的大门也会慢慢的消退。大堂是由我国著名的设计师赵树操刀的，那地面的石材呀是进口的意大利灰，墙面呢是巴西的范斯哲黑，再加上阿玛尼的壁纸，高级感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形成的。石材和金属色呢能够给人沉稳和厚重的感觉，那来到这儿啊，心中的烦躁就瞬间的被踩在了脚下。全进口的日立电梯，3.5米的轿厢，那姚明主席来了都不会觉得憋屈。150米的大楼，只要主人轻轻一摁，35秒之内电梯门必然开启。好饭不怕晚，先带大家到车库看一眼。车库呢，永远是顶豪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与1楼大厅相比，可能主人从地库回到家的次数要更多。这里的车库有业主专属通道 ，A、B 电梯厅的设计，通过管家引导进入，保证不是一家人不进一部电梯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但是对于顶豪而言啊，私密性就是只要我想，远亲和近邻都不存在。入户通道啊，依旧是暗色系，与大堂和车库是统一的。设计师啊，在入户通道处还设计了一个装置艺术品，让等待开门的过程也变得有诗意。一束灯光落下，你就能看见这座房子的名字云梯。当然啦，主人可以随意的更换，比如换成什么贾府大观园、大明宫养心殿，或者是 Winterfell Castle Black、Even King's Landing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换成什么？弹幕走起来！大块福鼎黑石材衬托下的木色入户门啊，是非常的抢眼。它是意大利的顶级品牌 OYX 手工打造，世界最高的4级防盗认证，防弹、防辐射。银行有多安全，那这里就有多安全。不到30万的价格，是不是非常值？大门上的35颗门钉啊，非常有故宫大门的意味，既增加了仪式感，也加强了安全感。那射灯打下来呢，一个个影子像音符一般，设计啊非常别致。那像这种设计呢，不管来什么样的客人都会觉得主人不一般。如果说外面的深色是略过稳重，那这里啊就瞬间的明亮起来。石材呢被大面积的原木色和米色所代替，正是印证了那句话：出极侠，才通人。步行数10步，豁然开朗，桃花源到了。视线尽头便是这里最独特的景色，21米超大面宽落地窗外，150米高空的景色尽收眼底。别着急，我们把好东西啊放在最后。那玄关的布置呢，能看出房子的格调，主人挂什么画就能看出它的雅趣。画师用古书内页加茶渍作画，大面积留白，加上左侧倒流香的袅袅青烟，文人气爆棚。艺术品啊就是这样，与众不同便是最好的创作。有书有茶，当然少不了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不爱挣钱的富豪我见过，但是不爱喝酒的富豪啊很少见。酒窖设在玄关处，那既出人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无论是带回朋友的馈赠，还是拿出去的礼品，酒啊都能在第一时间享受到最优的待遇。德国进口的恒温恒湿系统玻璃酒柜内装置了 LED 灯光，营造出悬浮的奇妙视觉。很多酒窖啊只有红酒的身影，但是在这里，中国酒必须有姓名。82年的拉菲这里可以藏，那82年的茅台这里也可以藏。从 whisky 到女儿红，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这里又有2种材料的使用啊，是一以贯之，有脚下的福鼎黑石材，还有墙面和天花板大面积的北美橡木。天然材料的质感自然过渡，层次分明，2种材料都不算稀有，把普通材料玩出高级感，才能更彰显设计师的功力。现在我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这里的设计师，获奖无数的华人之光卢志荣先生。
卢先生的作品啊，没有黄金水晶的奢华，没有雕梁画栋的繁复，没有昂贵材料的堆砌，有的全是设计师的巧思和建造师的巧技，细节的丰富程度令人啧舌。当然了，能与此巧夺天工的设计相比美的，就是窗外那150米高的景观。进一步指点江山，紧握日月旋转；那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回归初心宁静。没人会拒绝这样的景色，没人能抵挡这种俯瞰世界的权力感。大尺度的开放空间之内啊，那传统意义的书房、餐厅、会议室、客厅是一字排开，仅用家具作为隔断，视野啊通透开阔。开放的环境下呀，人与自然更加亲近，那心态呢更加平和。头发掉得更少，皮肤啊也更加的紧致。一方面呢，主人可以根据需求啊随意的调换空间；另一方面，在呼朋引伴开 party 时呢，还可以随时观察到宾客的一举一动。写字台面包裹着的是头层小牛皮，那台面的隐藏台灯啊，让你的视线永远清晰。台下的隐藏书柜保证了充足的腿部空间，设计非常巧妙且实用，这就是细节。圆形餐桌上的吊灯的电线被隐藏起来，通过玻璃板上的电镀金属实现导电，是不是有种重回初中物理课的味道？是串联还是并联？哪里是正极，哪里是负极？小伙伴们可以开始弹幕答题了。中餐圆桌旁边的8人位长桌呀，既可以当做西餐厅，也可以作为会议厅。8把餐椅的大小是各不相同，宾客来访的时候可以根据体型引入到最合适的座位。当然了，这一切只有主人才能精准的掌握，目测起来我是看不出来任何的区别，只有坐坐看才知道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，这2个方盒是花器，而且啊放玫瑰最适合。花朵小的一支呢放在下面，大的一支啊搭在上面，寓意是夫妻双方相互依靠，相濡以沫。这可比买来鲜花简单粗暴的插进花瓶里有意思多了。这种处理啊，对花多了份尊重，对人多了份关怀。主座正对着一个鼓形圆柜，一边呢是圆镜，一边是展示柜。圆镜之下，所有落座宾客的表情举止一览无遗。圆镜的另一侧啊是展示柜，柜子的玩法很多，可以手摇展示不同的空间，还能遥控改变灯光色彩。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那今天是什么心情就能调成什么颜色。一键3连的朋友，天天都有好心情，明天就可以升职加薪有对象。这里啊更像是一个常规的会客厅布置，亮点呢是这个石板茶几，方形茶几配圆形吊灯，天圆地方。底座是悬浮设计，再也不用担心脚踢到茶几的酸爽感。台面上设置了一个酒精壁炉，那3、5好友呢可以围炉夜话，或者是全家一起共享天伦。除了真火，室内水系在顶豪产品中也是必不可少。我一直在强调，这里是一个文人气爆棚的栖居空间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那曲水流觞的雅趣怎么能少呢？匀速5秒的水滴激起阵阵涟漪，浮萍即清水，随风东西流。如果前面的诗意啊过于抽象，那这里的诗意就直白许多。水面之上呢是一座悬浮茶室，金属镂空墙面啊代替了常见的纱帘，更加现代。视野望出去也同样充满了朦胧的美感。在这里不聊世事，只谈风月，品茶、抚琴、对弈都是非常的恰当。卢先生如果改做游戏的话，也一定是高手。那屋里的家具啊，处处是机关。那隐藏设计又来了，这个椅子的侧面掀开软帘，就是一个储藏空间。藏点武夷山母熟大红袍，或者是龙井御茶园18颗，只分享给最好的朋友。时间的快慢是相对的。如果说屋外的世界是常速，那屋内的时间啊就是120P 升格慢动作。目前为止啊，整个房子都是内敛含蓄的，浴室却是出乎意料的霸气。直径长达2米的圆形整石浴缸，超大尺度，感觉是春秋5霸的君王才能享受到的。鸭嘴瀑布式出口，15分钟即可把水池注满。地下2600米的温泉水，利用超级水泵引入150米高空，真正做到把温泉搬回家。岩石壁、温泉水、柔和的日光、焚香沐浴。那在今天呢，不仅仅是物理功能，更多的是面对自我的私密时刻，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，享受片刻的安宁。泡完温泉，移步到 SPA 区做一个按摩，让放松完完整整。顶级富豪呢，经常有这样一种抱怨：虽然赚了很多钱，但时间却不是自己的。可能在外人看来有一点装，但确实一点也不假。白天的时间是领导的、股东的、客户的，晚上的时间是父母的、爱人的、孩子的。其实不光是富豪，大多数成年人啊都是如此。
能有这样一套室内桃花源，让时间和空间属于自己，便是最大的奢侈。那今天这套精神家园我带你看完了，你还有什么想看的豪宅？告诉我，我带你去看。